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夜晚，窗外夜色平静，电视却突然插播一条紧急新闻，某国边境冲突升级，导弹划破天际，全球股市瞬间崩盘。你放下手中的茶杯，心跳加速，脑海里闪过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问题：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了吗？对于经历过冷战阴霾，听过长辈讲述战争苦难的中老年朋友来说，这种担忧像一颗沉重的石头压在心头。历史告诉我们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，让人类付出了血的代价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如今世界局势像一张绷紧的弓，局部冲突此起彼伏，核武器的幽灵从未远去，大国之间的明争暗斗更是让人心惊。那么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爆发，哪里会成为主战场？是中东的沙漠、亚洲的岛链，还是欧洲的平原？答案可能让你瞠目结舌。美国和俄罗斯的情报圈子里私下达成的共识竟然指向西欧，那片充满浪漫风情的土地，巴黎的咖啡香，伦敦的钟声，阿姆斯特丹的运河，怎么会跟战争扯上关系？今天我们就用最接地气的语言抽丝剥茧，聊聊这个让人揪心的世界末日话题，带你走进大国博弈的棋盘，看看战火可能烧向何方。世界这么大，战火的引线似乎无处不在，中东的战乱从没停过，台海和南海的紧张气氛像随时喷发的火山，乌克兰的炮声更是震得人心慌。可你知道吗？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家们私下讨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时，竟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西欧。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。西欧在我们心中是艺术的殿堂，文化的摇篮，游客们在塞纳河边拍照，伦敦街头红色的双层巴士川流不息，谁能想象坦克碾过这些街道的画面？但细细一想，这背后有它的道理。冷战时期，西欧就是美苏对峙的火线，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隔着铁幕怒目相向，核导弹的瞄准镜早就锁定了这片土地。苏联解体后，北约像个得意的棋手，一路东扩，把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挤得像个被压扁的气球。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像是插在北约心脏的一把尖刀，周围全是北约国家，稍有不慎就能擦枪走火。波兰、波罗的海三国直接跟俄罗斯接壤，战略缓冲区几乎消失，双方就像两个拳击手，贴身肉搏，毫无退路。美国呢，也没闲着 ，F-35战机开进英国，大规模军演在西欧轮番上演，摆明了把西欧当遏制对手的桥头堡。一位美国将军曾私下说，丢了西欧就等于丢了整个欧洲。俄罗斯的战略家也直言不讳，西欧是跟美国决战的关键。你看，这两个老冤家眼睛都死死盯着同一块宝地。西欧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它就像欧亚大陆的西大门，扼守大西洋的咽喉，地理位置决定了一切。俄罗斯要想打破美国的围堵，必须在欧洲撕开缺口。美国要想继续当世界警察，绝不能让西欧落入对手手中。西欧不仅是北约的总部所在地，还是30个成员国的心脏地带，北约的军事指挥中心、后勤基地、武器库遍布德国、比利时、荷兰等地。如果战火烧起来，俄罗斯可能第一时间想瘫痪这些节点，切断美国的帮手，而美国则会拼尽全力保住西欧，确保北约的战斗力。表面上，西欧风光旖旎，游客如织，可暗地里双方在这不棋子下狠手，军事演习、情报战、武器部署，早已让这片土地成了无形的战场。想象一下，
巴黎的街道上坦克隆隆，伦敦上空战机呼啸，曾经的浪漫之都变成硝烟弥漫的废墟。这画面让人心痛得喘不过气。可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美俄高层推演中反复提到的场景。西欧的和平就像薄冰上的舞蹈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坠入深渊。当然，世界还有其他火药桶随时可能炸响，乌克兰就是个让人捏把汗的地方。自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，东欧的土地上硝烟再起。这场战争表面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较量，背后却是北约的军援在撑腰，简直就是俄罗斯和西方的代理战。北约送去武器、情报，甚至训练乌克兰士兵，俄罗斯则针锋相对，警告西方别越界。现在双方还在危险的边缘试探，北约不出兵，俄罗斯不打北约国家，维持着脆弱的平衡。可这种平衡就像走钢丝，稍有闪失，比如一枚导弹误炸波兰或立陶宛，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一启动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就得直接跟俄罗斯开打，那可就是世界大战的开场戏了。乌克兰的局势让人想起一战，那会儿巴尔干半岛一个小火花就把整个欧洲拖进了深渊。如今的东欧隐隐有类似的风险。如果西方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，或者俄罗斯觉得生存空间被逼到绝境，冲突升级的概率就直线上升。战火一旦蔓延，西欧那些本以为安全的城市，怕是也躲不过炮火的洗礼。乌克兰真是个让人心惊的火药桶。再把目光转向亚洲，台海的紧张气氛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。中国把台湾视为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态度坚定如铁。美国却在背后撑腰，军舰军机在海峡附近转来转去，还放话说必要时会协防。这就像两只猛虎在领地边缘龇牙咧嘴，谁也不肯退让半步。台海的军演越来越频繁，军机几乎天天在空中捉对厮杀，擦枪走火的风险高得吓人。如果台海真打起来，绝不是小打小闹，美国可能会拉上日本、澳大利亚，甚至韩国、菲律宾的基地也会被卷进来。想象一下，东亚上空战机密布，西太平洋航母对峙，导弹像雨点般砸向对方。中国的沿海城市、美国的海外基地、日本的军事设施都可能成为目标。这仗要是打大了，朝鲜可能趁乱闹事，俄罗斯也可能在欧洲趁机发难，等于东西两线同时开火，世界大战的架势就摆出来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台海冲突可能不只是军事对抗，还会牵动全球经济。台湾是半导体芯片的命脉，战火一起，全球供应链断裂，手机、电脑、汽车生产全得停摆。你我手中的电子产品可能都得涨价，甚至买不到。台海的战火烧的可不只是东亚，而是全世界的命脉。好在各方都知道开战的代价太大，赢了也是满身伤痕，所以都在红线边缘小心翼翼，没人敢轻易迈出那一步。可这种斗而不破的局面能维持多久呢？朝鲜半岛也是个让人睡不着觉的热点。南北对峙70多年，朝鲜的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像颗定时炸弹，时不时让世界神经紧绷。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，美国和中国就在这短兵相接，差点动用核弹，教训刻骨铭心。如果今天半岛再起战火，朝鲜的核武器可能是最大的变数。一旦金氏政权铤而走险，扔颗核弹，韩国首尔、日本东京，甚至美国西海岸都可能成为目标。美国、韩国、日本肯定会全力应对，中国也不会坐视美国在自家门口得逞。中美一旦直接交手，盟友们跟着下场，半岛的战火就能烧成全球大火。别忘了，朝鲜背后
还有俄罗斯这个老朋友。如果欧洲的俄乌冲突升级，朝鲜可能跟俄罗斯遥相呼应，让美国两头烧脑。半岛的局势就像一座休眠的火山，表面平静，底下却热流涌动。好在各方都清楚，半岛开战，没人能全身而退。朝鲜想要安全保障和国际地位，不是真想玉石俱焚。美国和韩国也知道，哪怕技术占优，真打起来也是血流成河。所以嘴上喊得凶，真动手大家都捏把汗。可这座火山终究让人不敢掉以轻心。中东呢？那儿简直是战乱的代名词。从阿以冲突到海湾战争，再到叙利亚内战，中东的土地像是被诅咒了一样不得安宁。石油、宗教、民族仇恨交织在一起，让这里成了大国的角斗场。以色列和伊朗的溯源，沙特和伊朗的教派对立，美国和伊朗的长期敌对，像一团解不开的乱麻。不过，中东的战争大多是代理人打仗，大国很少直接上手。比如叙利亚，俄罗斯支持政府军，美国扶植反对派，但双方都避免正面交火。为什么？因为中东对超级大国的核心利益来说，不是非争不可的要地。世界大战拼的是科技、工业和综合国力，油井重要，但不值得大国在那儿拼命。况且，中东国家虽然石油多，但人口、工业、科技都算不上顶尖，很难成为大国决战的舞台。当然，如果别处打起来，中东肯定更乱。以色列可能趁机打击伊朗，沙特和伊朗的矛盾也可能炸锅，整个地区陷入大混战。可对中东人民来说，或许有个微小的安慰，全世界的核弹头应该不会首先砸向他们。中东更像是大国博弈的棋盘，而不是主战场。别忘了北极，那片冰天雪地的极地正变成新的战略热点。气候变暖让北冰洋的冰层融化，航道打开，石油、天然气资源露出水面。据说，北极可能藏着全球30%的天然气和1%的石油，这块大蛋糕谁不眼红？俄罗斯早早在那儿建基地，部署部队，宣示主权。美国、加拿大、挪威不甘落后，巡逻、演习轮番上阵。北约还拉上芬兰、瑞典，摆明了要围堵俄罗斯的北极野心。北极从地理上的荒地变成了地缘政治的焦点。如果大战爆发，北极可能变成潜艇、战机和无人机的角斗场。想象一下，核潜艇在浮冰下玩猫鼠游戏，隐形轰炸机在极光下呼啸而过，无人机在冰天雪地里搜寻目标。这画面像谍战大片，可却是各国军方正在筹划的场景。美国甚至有了北极战争的预案，可见这地方的重要性。不过，北极人烟稀少，没有大城市，更多是资源和通道的争夺战，对平民影响小一些。它可能是大战的副战场，重要但不决定胜负，就像棋盘上的一块关键拼图。大战一旦打响，单打独斗可不行，联盟和科技是胜负的关键。北约是全球最强的军事同盟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等30个国家抱团作战，号称一人挨打，全体上阵。美国在欧洲驻军数万，基地遍布德国、意大利、波兰，还在盟国部署了核武器共享。欧洲简直就是美国和俄罗斯对峙的漫长前线。俄罗斯这边有白俄罗斯、亚美尼亚等小兄弟，组了个集体安全条约组织。虽然比不上北约，但至少不孤单。白俄罗斯位置关键，紧挨北约的波兰和立陶宛可能成为俄罗斯的前沿阵地。更重要的是，俄罗斯和中国近年越走越近，虽然没正式结盟，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互动频繁，算得上准盟友。如果真跟美国撕破脸，俄中至少不会背后捅刀。
甚至可能在各自战区牵制美国。比如俄罗斯在欧洲闹腾，中国在亚太发力，美国就得两头作战，压力山大。亚洲这边，美国拉着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菲律宾织了张同盟网。美日美韩同盟尤其关键，一旦亚洲开打，日本和韩国肯定得跟美国并肩作战。日本近年扩军备战，韩国紧挨朝鲜火药桶，都没法置身事外。美英澳的奥克斯还把英国拽来亚太凑热闹，围堵之意不言而喻。中国这边朋友少点，朝鲜算一个。中朝有共同防御条约，但朝鲜常常自己惹事，让中国也头疼。巴基斯坦和中国关系好，但远在南亚，帮不上大忙。印度虽然跟中国有矛盾，但自称不结盟，真打起来多半想左右逢源，保住自己。中东国家更复杂，以色列铁杆亲美，伊朗偏俄中，沙特左右摇摆。战时这些国家可能提供基地、资源，或者直接选边站。全球大战就像一场大拔河，美国都得选边拉绳子。想独善其身难，科技改变战争的模样。人工智能 AI 现在就能分析情报，指挥无人机，未来可能变成战场的大脑。AI 能在1秒钟处理海量数据，制定作战方案，甚至指挥无人武器群作战。想象一下，指挥部里 AI 参谋冷静计算，告诉将军哪里该进攻，哪里该撤退。可 AI 要是失控，误判局势，或者自作主张发动攻击，人类还能不能按住刹车？更吓人的是，核导弹的预警系统如果全交给 AI， 两大国的 AI 在毫秒间博弈，谁也不肯退让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无人机已经在乌克兰战场大显身手，从扑克牌大小的侦察机到能扔导弹的攻击机，无处不在。未来大战可能有成千上万架无人机铺天盖地，像蝗虫群一样冲向敌方。无人坦克、机器人战车组成钢铁洪流，毫无畏惧的冲锋。空中隐形无人战机投下精确炸弹，却看不到飞行员的身影。无人化作战降低士兵伤亡，可能让开战门槛变低。毕竟机器打仗不像真人上阵那么揪心，如果一方不用担心士兵牺牲，出手可能更肆无忌惮。未来战场怕是真有点终结者的味道。只不过操控机器的不是天网，而是人类自己。网络战和太空战更是无形杀手，大战一开局，骇客可能倾巢而出，攻击电网、银行、通讯网，让城市停电、股市崩盘、军队失联，社会瞬间乱套。一个键盘侠可能比千军万马还管用。太空战同样关键，现代军队靠卫星导航、通讯、侦察，如果卫星被反卫星导弹打瞎，或者被激光致盲，导弹就成了无头苍蝇，指挥系统直接瘫痪。未来谁能守住网络和太空，谁就占了先机。别忘了，电磁战、生物战，甚至气候、武器都可能登场。战争的边界正在被科技无限拉宽。最让人胆寒的还是核武器。美俄的核弹头能把地球炸好几遍，冷战时相互确保摧毁的理论，让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。如今9个国家有核武，核弹的阴影像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人类头顶。如果常规战争打到绝境，有人会不会铤而走险扔颗战术核弹？一旦核战开了头，就像多米诺骨牌倒下，全面核战可能让人类文明灰飞烟灭。一枚洲际导弹飞过半个地球，只要30分钟就能把一座城市化为灰烬。核冬天、放射尘、亿万人死亡，这些可怕的词可能变成现实。核大国像端着满杯热水，
走在摇晃的独木桥上，谁也不敢摔下去，因为摔下去就是万劫不复。好在这种恐怖平衡让各国在冲突中多了份克制，哪怕常规战打得再凶，也不敢轻易动核武。希望这平衡能永远维持，别让核战把人类家园烧成灰。回顾历史，世界大战从不是谁拍脑袋就开打。一战是1914年巴尔干的刺杀事件，点燃了欧洲的火药桶。二战是德国侵略波兰，拉开了全球摊牌的序幕。未来的三战可能也从意外开始。乌克兰前线误炸北约，台海战机擦碰，北极舰艇相撞，一个小火花就能让盟友、对手接连下场。战火不会局限一地，欧洲、亚洲、中东、北极，甚至网络和太空都可能同时烧起来。美国、俄罗斯、中国肯定是主角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朝鲜、印度等也跑不掉。非洲、拉美虽远，也会被经济、外交波及。现代世界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想独善其身，难上加难。心理因素也很要命，大国博弈中误判常有，各方都不想示弱，互不相让，谁也不肯退一步。民族主义像把火，一旦危机爆发，民众的爱国热情可能让领导人更难妥协。经济压力、资源争夺、历史恩怨，这些心结平时压在心底，危急时可能突然炸开，推着领导人走向极端。很多战争不是理智算计的产物，而是情绪和误解的悲剧。最坏的剧本可能是俄乌冲突升级，北约下场，欧洲战火四起，台海或半岛趁乱开打，美国两线作战，中东乱上加乱，网络攻击瘫痪金融，太空站打下卫星，人类陷入失控的浩劫。这画面像灾难片，可离现实也许并不远。但别忘了，人类吃过2次大战的苦头，没人真想重演悲剧。美俄的推演是为了警醒世人，不是鼓吹战争。最好的战争是永不发生的战争。只要各国多些克制，多些沟通，历史未必重演。第3次世界大战听起来可怕，但愿它永远只停留在推演和电影里。想象一下，未来的世界不是硝烟弥漫，而是和平的阳光洒满每个角落。巴黎的咖啡馆依旧人声鼎沸，伦敦的钟声依然悠扬，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，而不是躲在防空洞里。无论科技多发达，军力多强大，战争只会两败俱伤。守护和平才是人类最大的智慧和胜利。让我们期盼各国领袖能冷静三思，世界人民能携手向前，让潜在的主战场永远只停留在地图和想象中，让硝烟只出现在历史书和荧幕上。